这5年，我修炼9天运龙诀时出错，体内产生了邪龙毒。若不是5位师傅容我导毒入体，恐怕我早已爆体而亡。晨儿，导毒非长久之计，你出狱后需尽快寻到9位特殊灵体的女子，与其双修，方可根治。弟子明白。不过特殊灵体万中无一，还要9位，我要何处去寻？你出狱在即，这是测灵石，可助你寻觅灵体，也可助你修炼。弟子谢大师傅。小橙子，大师傅让你找9个，你可别当真，记住4个就行。可是大师傅说得找9个才可以根治啊。让你找4个就4个，我们难道不算女人吗？饶命啊！师傅真的不行了！太长了，我是要魂飞天外了！吴师傅，你可是名震黑暗世界的千面毒仙，我这刚开始运针导气，你怎么就求饶了呀？江辰，身世成谜的江家养子，小没良心的，你这真气是燃至干的，像会苗似的往我身体里钻。武师傅，千面毒仙，精善易容，用毒和暗杀。你坚持一下啊，还有最后一针。好了，晨儿，今天就到此为止。大师傅，圣药皇，拥有无上医道，活死人，肉白骨。大师傅，你都伺候完我多久了？该到我们了。二师傅，御武神，拥有霸绝天下的古武战绩。三师傅，商界女王，拥有运筹帷幄、执掌商界的铁血手腕。四师傅，当红巨星，拥有察言观色、窥探人心的生存之道。就是5年前你养父母家的哥哥酒驾撞死了人，让你顶替入狱，是我们5位师傅各传神通，你就这么厚此薄彼？江辰，别听他们胡说，师傅们其实都很关心你的。小没良心的，再给我捣那么多血龙毒，小心我往你体内下点飘飘御仙法。这5年，我修炼9天运龙诀时出错，体内产生了邪龙毒。若不是5位师傅容我导毒入体，恐怕我早已爆体而亡。晨儿，导毒非长久之计，你出狱后需尽快寻到9位特殊灵体的女子，与其双修，方可根治。弟子明白。不过特殊灵体万中无一，还要9位，我要何处去寻？你出狱在即，这是测灵石，可助你寻觅灵体，也可助你修炼。弟子谢大师傅。小橙子，大师傅让你找9个，你可别当真，记住4个就行。可是大师傅说得找9个才可以根治啊。让你找4个就4个，我们难道不算女人吗？啊，去吧，你大师傅还有话对你说，记住4个，敢多1个，
就客气。我等毕生所学尽授于你，你身兼5家之长，前途无量。出狱后，望你善用所学，快意恩仇。记住，你已非池中之物。这金陵乃至整个大夏都将因你而战。多谢师傅们栽培，弟子江辰永世不忘。乾隆蛰伏5载，今朝出渊经世。乾隆蛰伏5载，今朝出渊经世。乾隆蛰伏5载，今朝出渊经世。爸，资金缺口10几个亿，爷爷说了，谁解决谁就下任家主啊！说得轻巧，银行已经断贷，这么大缺口，怎么不得过来？怀远，我听说经理苏夏那个毁容的女儿苏梅正吵架，说能让雷儿入赘，娶了苏梅，苏夏定会雪中送炭，助江家走出困境。这什么？让我去娶了那丑八怪啊！我不去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江家，为了你爸的家族之威。我不管谁爱去谁去，反正我不去。你这个孩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不是我就不去，我不愿意去的。让我顶一下嘴，这太强打你啊！你赶紧打！老爷，不是，小少爷回来了。小少爷？什么小少爷？就是5年前替大少爷顶罪坐牢的江辰，江少爷。有了，既然雷儿不愿入赘，不如小陈回来了，在里面吃苦。是啊，二弟，这5年委屈你了啊！回来了就好，我们天天盼着呢。盼我5年无人探视，也无人记得我今日出狱。若非我自己回来，恐怕江家早就忘了我这个人。还好，小哲，知道你委屈，为了弥补你啊，爸特意给你定了门亲事。亲事？他们会这么好心？啊，没错，我们打算让你入赘到苏家去。这苏家你知道吗？那可是金陵4大豪门之一啊！这是多少人想求都求不来的福分呢！我说，既然是福分，大哥，你为什么自己不去啊？江辰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让我去娶苏家那毁容丑八怪啊？你做梦呢！你这不行啊！小陈啊，你别听他在这给你胡说。梅儿那孩子呢，确实略微有一点瑕疵，不过他以前呢可是金陵第1美人呢。我拒绝。不行，江家有难，需要你为家主做出牺牲。江家养你这么大，该你报恩了。报恩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5年前我已经报过一次了。当年江雷惹的事儿是我顶的罪，5年的牢狱之灾也是我熬的，这个恩还没还清吗？当然，想让我入赘苏家也不是不可能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从今往后，我江辰跟江家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没问题，只要你愿意入赘，
江家立马和你划清界限。好。拿去。从今往后，师傅皆与江家无关。希望你们不会后悔今天的决定。江晨是吧？我叫苏正气，是苏梅的大哥。以后啊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江晨见过大哥。上车吧。你就是江晨？是。听说你坐过牢，因为什么？醉驾，致人死亡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江怀远这个混账，竟然拿一个杀人犯来搪塞我苏家，把我女儿当成什么人了？这就找他算账，这婚不结了。建芳，你冷静点。是啊，爸，妹妹现在这样，除了涂家长的，还有谁肯真心娶她？您到现在还摆什么家主架子？可是这……江澄，梅儿的事情你应该也知道，之前那场大火让她毁了容。只要你以后对梅儿好，苏家绝不会亏待你。妈，大哥，你们放心，继承夫妻，我自会照顾好她的。云儿，你怎么能……至少这孩子眼神清正，不像是奸恶之徒。或许这就是梅儿的缘分。良辰吉时已到，请新娘新郎入洞房。爷，我的脸很可怕，我怕吓着你。你是我的妻子，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况且我还背着杀人犯的污名，要争论起来，是我配不上你才对。苏梅，江城苏氏千金。测灵石亮了，难道他就是特殊灵体？啊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吓着你了？没有，你很美，而且你脸上的伤，我能治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能治好你的脸。真的？在狱中的时候，我学过一些医术，刚好可以治一些疑难杂症。等我炼好膏药，我跟你保证，你一定比从前更美。这是血玉膏，我为你敷上，明天早上便能见效。一夜就能见效？好，我相信你。闭眼，别害怕。
血玉膏5个小时便能见效，明天一早，他脸上的疤痕就能全部去除了。不好，血龙毒又发作了。看来得等他痊愈，再商量双修的事。梅儿，梅儿，起来吃早餐啦！来了。梅儿，你的脸，我的脸怎么了？镜子，快看镜子！我的脸真的好了，妈，我的脸真的好了。那是当然，我说过的，今天一早你就可以恢复如初了。江晨，谢谢你。你不用客气，你是我妻子嘛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江晨，放开我女儿！爸，哥，你们快看我的脸！妹妹，你的脸怎么好？太好了，老天开眼了，真的是老天开眼了！爸，是江晨治好了我。昨晚他用了一种药膏，只敷了1夜，我的脸就好了。江晨，妹夫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我们苏家这些年找了不少名医，可都无功而返，这没想到你一来就……江晨，跟我来。爸，别叫我爸，这个你拿着。既然你治好了梅儿，你这份恩情我苏家记下了。这张卡里边有500万，密码6个0。您这是要我离开苏家？没错，既然梅儿已经恢复了容貌，以她的条件可以有更好的人生。江晨，我希望你主动离开，不要耽误我女儿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是江晨治好了我，难道你要过河拆桥吗？傻剑锋，你怎么能……够了，在这个家里，我才是一家之主。我苏梅此生只有江晨这一个丈夫。如果你硬要我们离婚，我现在就死给你看！傻孩子，你这是要你妈的命啊！爸，这件事情确实是你不对。于情，江晨治好了梅儿；于理，他俩现在是夫妻，就算要离婚，也要梅儿同意才对啊！你这个臭小子，竟然敢教训起老子来了！错就是错，对就是对。老子犯错，儿子更要说出来才对啊！我这个大舅哥倒是真对得起这个名字，果然是一身正气。好啊，既然你们都为他求情，那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。1年之内，我要让他成为新的精灵王。精灵王。乾隆出渊，举世皆惊，天下大事将因臣儿而变。大姐，5年前你我因此天命之人聚于此，而如今臣儿神功已成，我等是否也该出狱了？正是，
30年前，大显灵独斩精灵王，如今王位空悬，正好可以作为臣儿第1块踏脚石。好，那便出狱。臣儿登临金陵王座，我等岂能缺席？这帮太过分了！精灵王，这是30年前金陵城的一个传说，曾有个人凭借一己之力站在了这城市之巅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他跺脚，金陵震3震。他被各方势力共尊为金陵王。没错，在那位面前，我们4大豪门都要匍匐低头，恭敬称臣。可不知为何，这个人神秘失踪，金陵王的宝座也空悬至今30年，也有无数枭雄想要坐上这个位置，却无人够格。所以，你是想让我坐上那金陵王座？不错，1年之内，你达到他曾经的高度，让金陵各方势力承认你才是金的金陵王。只有这样，我苏建芳才会承认你这个乘龙快婿。爸，金陵王是何等人物？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爸，别人做不到我不管，但作为我苏建芳的女婿，就要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。爸，好，这条件我接了。1年不成，我自愿离开。好，那就一言为定。不过这1年之内，你跟梅儿只能同屋，不能同床。你若违约，这约定自动作废。可以。妹夫，没关系，尽力就好，千万别上墙。江辰，你太冲动了，那可是无人能及的高度呀！梅儿，我能治好你的容颜，就能办到此事。金陵王不值一提。我不理你了。苏梅啊，苏梅，你对你男人的力量一无所知。这金陵不过是我的起点罢了。你再说一遍，苏梅的脸被治好了。什么？你说苏梅好了？不是，那你赶紧让江辰那个粪回来呀！那苏梅好了的话，那她不就是金陵第1美人了吗？不是，让我去啊！我也能入赘苏家呀！我。哎呀，怀远，倒是说句话呀！哎呦，爸，走，马上去苏家。这门亲事，绝不能便宜了江辰那个养子。走。苏小姐，这颗海洋之心是我专程为您拍的，苏小姐。这是金陵百族，全都来提下来了。我爹和苏伯父是多年世交，苏小姐。你们都回去吧，我已经有丈夫。苏小姐，我是真心爱慕你。爱慕？当年我容貌尽毁的时候，你们的真心在哪儿？保安，送客。苏小姐，你考虑一下，苏小姐，考虑。你看，哎呀，老婆，我们来请你回家来了。是啊，叔梅，我们今天来啊，就是想把江辰这个养子给换回来，让雷儿给你做老公。就是啊，但就是江辰误上了婚车，他一个坐过牢的外人，怎么配得上你这个千金呢？你就是啊，梅儿，你就跟我们回去吧啊！江家人果然还是这副嘴脸。够了，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江辰是我的丈夫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。不是梅儿，你不能把江辰给骗了呀！他就是个废物嘛，他。动手，把他们给我扔出去！快看，这是金陵4大地下势力之一黑虎堂雷老虎的车，还有金陵4大豪门之首张家大少张文龙，难道
他们也是来提亲的。这2位都是替红爷做事的狠角色。听说红爷马上就要登临精灵王座，到时候整个精灵都是他的天下，千万别引火上身。我的！苏家之女苏梅，我们来接亲了。梅儿，江城，没事吧？妈，我没事儿。到3境，苏家何时出了你这么一号人物？在下苏家长子苏正气，2位无缘无故出手伤人，到底所为何事啊？洪先生已至5到7境，登临精灵王座只差临门一脚，而你的妹妹苏梅则被选中成为洪先生的突破炉鼎。什么？你们想拿梅儿做炉鼎？苏梅是特殊灵体，你们苏家如果识相，就乖乖把她交出来，一切都好说。如果不识相，苏家主若是得罪了洪先生，只怕这精灵以后也没有什么苏家了。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。江辰，别怕，有我在。给你们1分钟时间考虑，不交出人，否则你敢！有我在，谁也带不走我妹妹。 5到3境，哼，放在以前的确不错，只可惜雷馆主乃是5境小宗师，今天你们拦不住他。张少，雷爷，这事儿恐怕其中有误会啊！爸，陈峰，陈峰，你怎么样？你别吓我啊！雷震虎，不找死！大哥，你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哟，又来了一个不怕死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一个小小的5境小宗师，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。江辰，既然我得不到你，那你也别想得到。哎，虎爷，那个张少，我知道他名字，他叫江辰，是被我江家扫地出门那个弃子罢了。哦，这么说他是你们江家的人？不，这个江辰啊，跟我们江家没有一点关系。没关系。你们这家人呢，还真的是会见风使舵啊！江辰，你给我闭嘴呀！本来你就坐过牢了啊！你现在一出来，你还抢了我老婆。哎呦，虎爷，张少，实不相瞒嘛，本来跟苏家联姻的人应该是我才对呀。啊，不，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，不重要了。如果您2位能够拨乱反正，那这苏梅，我愿意双手奉上。对。哦，你原来是抢了自己的大嫂做老婆啊！哼，这样的人的确是该教训教训。那今天，本少就先替你们江家清理门户，再带走苏梅。小心！梅儿，你怎么那么傻？在我们苏家，谁也不能动我妹夫。江辰，你有没有事儿？原来这就是被人关心、被人护在身后的感觉吗？我没事。怎么，你们苏家是打算与洪爷为敌？好了，别玩了，洪爷还等着龙鼎呢。好，那就先灭了苏家，然后再带走苏梅。等洪爷玩腻了，咱们也好好尝尝这万中无一的特殊灵体。你休想！哼，不自量力！妹夫，你快带着妹妹先逃出去，我就算豁出这条命，也要护你们出去。儿子，你有没有事啊？造孽啊！
苏家真的回天无力了吗？江辰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带着我妹妹跑啊！大哥，你好好休息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。哦，既然你一心求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江辰，江辰，不要！饶命啊！师傅真的不行了。这小魂飞天外了。吴师傅，你可是名震黑暗世界的千面毒仙，我这刚开始运针导气，你怎么就求饶了呀？江辰，身世成谜的江家养子，小没良心的，你这真气是燃至干的，小会苗刺都往我身体里钻。武师傅，千面毒仙，精善易容，用毒和暗杀。你坚持一下啊，还有最后一针。你别碰那里！好了，晨儿，今天就到此为止。大师傅圣药皇，拥有无上医道，活死人肉白骨。大师傅，你都伺候完我多久了？该到我们了。二师傅御武神，拥有霸绝天下的古武战绩。三师傅商界女王，拥有运筹帷幄、执掌商界的铁血手腕。四师傅当红巨星，拥有察言观色、窥探人心的生存之道。就是5年前你养父母家的哥哥酒驾撞死了人，让你顶替入狱，是我们5位师傅各传神通，你就这么厚此薄彼？江辰，别听他们胡说，师傅们其实都很关心你的。小没良心的，再给我倒那么多血龙毒！小心我往你体内下点飘飘御仙法。这5年我修炼9天御龙诀时出错，体内产生了邪龙毒。若不是5位师傅容我导毒入体，恐怕我早已爆体而亡。晨儿，导毒非长久之计，你出狱后需尽快寻到9位特殊灵体的女子，与其双修，方可根治。弟子明白。不过特殊灵体万中无一，还要9位，我要何处去寻？你出狱在即，这是测灵石，可助你寻觅灵体，也可助你修炼。弟子谢大师傅。小橙子，大师傅让你找9个，你可别当真，记住4个就行。可是大师傅说得找9个才可以根治啊。让你找4个就4个，我们难道不算女人吗？啊，去吧，你大师傅还有话对你说。记住，4个，敢多1个就不客气。我等毕生所学尽授于你，你身兼5家之长，前途无量。出狱后，望你善用所学，快意恩仇。记住，你已非池中之物，这金陵乃至整个大夏都将因你而战。
多谢师傅们栽培，弟子江辰永世不忘。乾隆蛰伏5载，今朝出渊京师。乾隆蛰伏5载，今朝出渊京师。乾隆蛰伏5载，今朝出渊京师。 爸，资金缺口10几个亿，爷爷说了，谁解决谁就下任家主啊！说得轻巧，银行已经断贷，这么大缺口，怎么不过来？怀远，我听说经理手下那个毁容的女儿苏梅正吵架，说能让雷儿入赘，娶了苏梅，苏家定会雪中送炭，助江家走出困境。这什么？ 让我去娶了那丑八怪啊！我不去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江家，为了你爸的家主之位。我不管谁爱去谁去，反正我不去。你这个孩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不是我就不去，我不愿意去呢。再给我顶一下嘴！这太我打你啊！你在这打！老爷，不是，小少爷回来了。小少爷？什么小少爷？就是5年前替大少爷顶罪坐牢的江辰，小江少爷。 有了，既然雷儿不愿入赘，不如哎呀，小生回来了，在里面吃苦。 是啊，二弟，这5年委屈你了啊！回来了就好，我们天天盼着呢。盼我5年无人探视，也无人记得我今日出狱。若非我自己回来，恐怕江家早就忘了我这个人。还好，小哲知道你委屈，为了弥补你啊，爸特意给你定了门亲事。 亲事，他们会这么好心啊？没错，我们打算让你入赘到苏家去。这苏家你知道吗？那可是金陵4大豪门之一啊！这是多少人想求都求不来的福分呢！我说，既然是福分，大哥，你为什么自己不去啊？江辰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让我去娶苏家那毁容丑八怪啊？你做梦呢！你这不是啊！小陈啊！ 你别听他在这给你胡说，梅儿那孩子呢，确实略微有一点瑕疵，不过他以前呢可是金陵第1美人啊。我拒绝，不行，江家有难，需要你为家主做出牺牲。江家养你这么大，该你报恩了。报恩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5年前我已经报过一次了。当年江雷惹的事儿是我顶的罪，5年的牢狱之灾也是我熬的。 这个恩还没还清吗？当然，想让我入赘苏家也不是不可能。不过，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从今往后，我江辰跟江家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没问题，只要你愿意入赘。 江家立马和你划清界限。好，拿去。从今往后，是荣是辱皆与江家无关。 希望你们不会后悔今天的决定。江辰是吧？
我叫苏正气，是苏梅的大哥。以后啊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江晨见过大哥。上车吧。你就是江晨？是。听说你坐过牢，因为什么？醉驾，致人死亡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杨怀远这个混账，竟然拿一个杀人犯来搪塞我苏家，把我女儿当成什么人了？这就找他算账，这婚不结了。简芳，你冷静点。是啊，爸，妹妹现在这样，除了涂家长的，还有谁肯真心娶她？您到现在还摆什么家主架子？可是这……江澄，梅儿的事情你应该也知道，之前那场大火让她毁了容。只要你以后对梅儿好，苏家绝不会亏待你。妈，大哥，你们放心，继承夫妻，我自会照顾好她的。云儿，你怎么能……至少这孩子眼神清正，不像是奸恶之徒。或许这就是梅儿的缘分。良辰吉时已到，请新娘新郎入洞房。爹，我的脸很可怕，我怕吓着你。你是我的妻子，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况且我还背着杀人犯的污名，要争论起来，是我配不上你才对。苏梅，江城苏氏千金。测灵石亮了，难道他就是特殊灵体？啊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吓着你了？没有，你很美，而且你脸上的伤，我能治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能治好你的脸。真的？在狱中的时候，我学过一些医术，刚好可以治一些疑难杂症。等我炼好膏药，我跟你保证，你一定比从前更美。这是雪玉膏，我为你敷上，明天早上便能见效。一夜就能见效？好，我相信你。闭眼，别害怕。雪玉膏5个小时便能见效，明天一早，他脸上的疤痕就能全部去除了。不好，血龙毒又发作了，看来得等他痊愈，再商量双修的事。梅儿，梅儿，起来吃早餐了。来了。
的脸怎么了？镜子，快看镜子！我的脸真的好了，妈，我的脸真的好了。那是当然，我说过的，今天一早你就可以恢复如初了。江晨，谢谢你。你不用客气，你是我妻子嘛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江晨，放开我女儿！爸，哥，你们快看我的脸！妹妹，你的脸怎么好？太好了，老天开眼了，真的是老天开眼了！爸，是江晨治好了我。昨晚他用了一种药膏，只敷了一夜，我的脸就好了。江晨，妹夫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我们苏家这些年找了不少名医，可都无功而返，这没想到你一来就……江晨，跟我来。爸，别叫我爸，这个你拿着。既然你治好了梅儿，你这份恩情我苏家记下了。这张卡里边有500万，密码6个0。您这是要我离开苏家？没错，既然梅儿已经恢复了容貌，以她的条件可以有更好的人生。江晨，我希望你主动离开，不要耽误我女儿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是江晨治好了我，难道你要过河拆桥吗？是啊，建芳，你怎么能……够了，在这个家里，我才是一家之主。我苏梅此生只有江晨这一个丈夫。如果你硬要我们离婚，我现在就死给你看！傻孩子，你这是要你妈的命啊！爸，这件事就确实是你不对。于情、江晨治好了梅儿，于理他俩现在是夫妻，就算要离婚，也有梅儿同意才对啊！你这个臭小子，竟然敢教训起老子来了！错就是错，对就是对，老子犯错，儿子更要说出来才对啊！我这个大舅哥倒是真对得起这个名字，果然是一身正气。好啊，既然你们都为他求情，那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。1年之内，我要让他成为新的精灵王。精灵王。乾隆出渊，举世皆惊，天下大事将因臣儿而变。大姐，5年前你我因此天命之人聚于此，而如今臣儿神功已成，我等是否也该出狱了？正是，30年前大姐您独斩精灵王，如今王位空悬，正好可以作为臣儿第1块踏脚石。好，那便出狱。臣儿登临金陵王座，我等岂能缺席？建芳，太过分了！精灵王，这是30年前金陵城的一个传说，曾有个人凭借一己之力站在了这城市之巅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他都夺奖，金陵镇3镇，他被各方势力共尊为金陵王。没错，在那位面前，我们4大豪门都要匍匐低头，恭敬称臣。可不知为何，这个人神秘失踪，
金陵王的宝座也空悬至今30年，也有无数枭雄想要坐上这个位置，却无人够格。所以，你是想让我坐上那金陵王座？不错，1年之内你达到他曾经的高度，让金陵各方势力承认你才是金的金陵王。只有这样，我苏家芳才会承认你这个乘龙快婿。爸，金陵王是何等人物？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爸，别人做不到我不管，但作为我苏家芳的女婿，就要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。爸，好，这条件我接了。1年不成，我自愿离开。好，那就一言为定。不过这1年之内，你跟梅儿只能同屋，不能同床。你若违约，这约定自动作废。可以。妹夫，没关系，尽力就好，千万别逞强。江辰，你太冲动了，那可是无人能及的高度呀！梅儿，我能治好你的容颜，就能办到此事。金陵王不值一提。我不理你了。苏梅啊，苏梅，你对你男人的力量一无所知。这金陵不过是我的起点罢了。你再说一遍，苏梅的脸被治好了？什么？你说苏梅好了？不是，那你赶紧让江辰那个粪回来呀！那苏梅好了的话，那她不就是金陵第一美人了吗？不是让我去啊，我也能入赘苏家呀！我。哎呀，怀远，倒是说句话呀！哎呦，爸，走，马上去苏家。这门亲事，绝不能便宜了江辰那个养子。走。苏小姐，这颗海洋之心是我专程为您拍的，苏小姐。这是金陵百族，全都来提起来了。我爹和苏伯父是多年世交，苏小姐。你们都回去吧，我已经有丈夫。苏小姐，我是真心爱慕你。爱慕？当年我容貌尽毁的时候，你们的真心在哪儿？保安，送客。苏小姐，你再考虑一下吧，苏小姐，考虑。哎呀，老婆，我们来请你回家来了。是啊，叔伯，我们今天来啊，就是想把江辰这个养子给换回来，让雷儿给你做老公。就是，但就是江辰卧上了婚车，他一个坐不牢的外人，怎么配得上你这个千金呢？你就是啊，梅儿，你就跟我们回去吧啊！江家人果然还是这副嘴脸。够了！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江辰是我的丈夫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。不是梅儿，你不能把江辰给骗了呀！他就是个废物嘛，他。动手，把他们给我扔出去！快看，这是金陵4大地下势力之一黑虎堂雷老虎的车，还有金陵4大豪门之首张家大少张文龙，难道他们也是来提亲的？这2位都是替红爷做事的狠角色。听说红爷马上就要登临金陵王座，到时候整个金陵都是他的天下，千万别引火上身。我的！苏家之女苏梅，我们来接亲了。梅儿，江辰，没事吧？妈，我没事儿。到3届了，
苏家何时出了你这么一号人物？在下苏家长子苏正气，二位无缘无故出手伤人，到底所为何事啊？洪先生已至武道7境，登临精灵王座只差临门一脚，而你的妹妹苏梅则被选中成为洪先生的突破炉鼎。什么？你们想拿梅儿做炉鼎？苏梅是特殊灵体，你们苏家如果识相，就乖乖把她交出来，一切都好说。如果不识相，苏家主若是得罪了洪先生，只怕这精灵以后也没有什么苏家了。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。江辰，别怕，有我在。给你们1分钟时间考虑，不交出人，否则你敢！有我在，谁也带不走我妹妹。武道3境，哼，放在以前的确不错，只可惜雷馆主乃是5境小宗师，今天你们拦不住他。张少，雷爷，这事儿恐怕其中有误会啊！陈峰，陈峰，你怎么样？你别杀我啊！雷震虎，不找死！大哥，你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哟，又来了一个不怕死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一个小小的5境小宗师，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。江辰，既然我得不到苏梅，那你也别想得到。哎，虎爷，那个张少，我知道他名字，他叫江辰，是为我江家扫地出门那个弃子罢了。哦，这么说他是你们江家的人？不，这个江辰啊，跟我们江家没有一点关系。没关系。你们这家人呢，还真的是会见风使舵啊！江辰，你给我闭嘴呀！本来你就坐过牢了啊！你现在一出来，你还抢了我老婆！哎呦，虎爷，张少，实不相瞒嘛，本来跟苏家联姻的人应该是我才对呀。不过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，不重要了。如果您2位能够拨乱反正，那这苏梅，我愿意双手奉上。对。哦，你原来是抢了自己的大嫂做老婆啊！哼，这样的人的确是该教训教训。那今天本少就先替你们江家清理门户，再带走苏梅。小心！梅儿，你怎么那么傻？在我们苏家，谁也不能动我妹夫。江辰，你有没有事儿？原来这就是被人关心、被人护在身后的感觉吗？我没事儿。怎么，你们苏家是打算与洪爷为敌？好了，别玩了，洪爷还等着龙鼎呢。好，那就先灭了苏家，然后再带走苏梅。等洪爷玩腻了，咱们也好好尝尝这万中无一的特殊灵体。你休想！哼，无自量力！妹夫，你快带着妹妹先逃出去，我就算豁出这条命，也要护你们出去。儿子，你有没有事儿啊？造孽啊！我苏家真的回天无力了吗？江辰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带着我妹妹跑啊！大哥，你好好休息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。哦，既然你一心求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江辰，不要！饶命！师父真的不行了！我是要魂飞天外了！吴师傅，
你可是名震黑暗世界的千面毒仙，我这刚开始运针导气，你怎么就求饶了呀？江晨，身世成谜的江家养子。小没良心的，你这真气是燃至干的，像会苗子都往我身体里钻。五师傅，千面毒仙，精善易容，用毒和暗杀。你坚持一下啊，还有最后一针。你别碰那里！好了，晨儿，今天就到此为止。大师傅圣药皇，拥有无上医道，活死人肉白骨。大师傅，你都伺候完我多久了？该到我们了。二师傅御武神，拥有霸绝天下的古武战绩。三师傅商界女王，拥有运筹帷幄、执掌商界的铁血手腕。四师傅当红巨星，拥有察言观色、窥探人心的生存之道。就是5年前你养父母家的哥哥酒驾撞死了人，让你顶替入狱，是我们5位师傅各传神通，你就这么厚此薄彼？江晨，别听他们胡说，师傅们其实都很关心你的。小没良心的，再给我捣那么多血龙毒，小心我王安体内下点飘飘月仙法。这5年我修炼9天运龙诀时出错，体内产生了邪龙毒。若不是5位师傅容我导毒入体，恐怕我早已爆体而亡。晨儿，导毒非长久之计，你出狱后需尽快寻到9位特殊灵体的女子，与其双修，方可根治。弟子明白。不过特殊灵体万中无一，还要9位，我要何处去寻？你出狱在即，这是测灵石，可助你寻觅灵体，也可助你修炼。弟子谢大师傅。小橙子，大师傅让你找9个，你可别当真，记住4个就行。可是大师傅说得找9个才可以根治啊。让你找4个就4个，我们难道不算女人吗？去吧，你大师傅还有话对你说，记住4个，敢多1个就不客气。我等毕生所学尽授于你，你身兼5家之长，前途无量。出狱后，望你善用所学，快意恩仇。记住，你已非池中之物，这金陵乃至整个大夏都将因你而战。多谢师傅们栽培，弟子江晨永世不忘。乾隆蛰伏5载，今朝出渊经世。乾隆蛰伏5载，今朝出渊经世。乾隆蛰伏5载，今朝出渊经世。爸，资金缺口10几个亿，爷爷说了，谁解决谁就下任家主啊！说得轻巧，
银行已经断贷，这么大缺口，怎么不过来？怀远，我听说经理手下那个毁容的女儿苏梅正吵架，说能让雷儿入赘，娶了苏梅，苏家定会雪中送炭，助江家走出困境。这什么？让我去娶了那丑八怪啊！我不去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江家，为了你爸的家族之威。我不管谁爱去谁去，反正我不去。你这个孩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不是我就不去，我不愿意去的。再给我顶一下嘴！这太去哪里啊？你在这打！老爷，不是，小少爷回来了。小少爷？什么小少爷？就是5年前替大少爷顶罪坐牢的江辰，小江少爷。有了，既然雷儿不愿入赘，不如哎呀，小生回来了，在里面吃苦。是啊，二弟，这5年委屈你了啊！回来了就好，我们天天盼着呢。盼我5年无人探视，也无人记得我今日出狱。若非我自己回来，恐怕江家早就忘了我这个人。还好，小哲知道你委屈，为了弥补你啊，爸特意给你定了门亲事。亲事？他们会这么好心？啊，没错，我们打算让你入赘到苏家去。这苏家你知道吗？那可是金陵4大豪门之一啊，这是多少人想求都求不来的福分呢！我说，既然是福分，大哥，你为什么自己不去啊？江辰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让我去娶苏家那毁容丑八怪啊？你做梦呢！你这不行啊！小陈啊，你别听他在这给你胡说。梅儿那孩子呢，确实略微有一点瑕疵，不过他以前呢可是金陵第1美人啊。我拒绝。不行，江家有难，需要你为家族做出牺牲。江家养你这么大，该你报恩了。报恩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5年前我已经报过一次了。当年江雷惹的事儿是我顶的罪，5年的牢狱之灾也是我熬的，这个恩还没还清吗？当然，想让我入赘苏家也不是不可能。不过，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从今往后，我江辰跟江家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没问题，只要你愿意入赘，江家立马和你划清界限。好。拿去。从今往后，是荣是辱皆与江家无关。希望你们不会后悔今天的决定。江辰是吧？我叫苏正气，是苏梅的大哥。以后啊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江辰见过大哥。上车吧。你就是江辰？是。听说你坐过牢，因为什么？醉驾，致人死亡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杨怀远这个混账，竟然拿一个杀人犯来搪塞我苏家，把我女儿当成什么人了？这就找他算账，
这回不结了。建芳，你冷静点。是啊，爸，妹妹现在这样，除了涂家长的，还有谁肯真心娶她？您到现在还摆什么家主架子？可是这江城，梅儿的事情你应该也知道，之前那场大火让她毁了容。只要你以后对梅儿好，苏家绝不会亏待你。妈，大哥，你们放心，继承夫妻，我自会照顾好她的。云儿，你怎么能？至少这孩子眼神清正，不像是奸恶之徒。或许这就是梅儿的缘分。良辰吉时已到，请新娘新郎入洞房。爹，我的脸很可怕，我怕吓着你。你是我的妻子，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况且我还背着杀人犯的污名，要争论起来，是我配不上你才对。苏梅，江城苏氏千金。测灵石亮了，难道他就是特殊灵体？啊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吓着你了？没有，你很美，而且你脸上的伤，我能治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能治好你的脸。真的？在狱中的时候，我学过一些医术，刚好可以治一些疑难杂症。等我炼好膏药，我跟你保证，你一定比从前更美。这是雪玉膏，我为你敷上，明天早上便能见效。一夜就能见效？好，我相信你。闭眼，别害怕。雪玉膏5个小时便能见效，明天一早，他脸上的疤痕就能全部去除了。不好，血龙毒又发作了，看来得等他痊愈，再商量双修的事。梅儿，梅儿，起来吃早餐啦！来了。梅儿，你的脸，我的脸怎么了？镜子，快看镜子！我的脸真的好了，妈，我的脸真的好了。那是当然，我说过的，今天一早你就可以恢复如初了。
江晨，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你是我妻子嘛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江晨，放开我女儿！爸，哥，你们快看我的脸！妹妹，你的脸怎么？好，太好了，老天开眼了，真的是老天开眼了。爸，是江晨治好了我。昨晚他用了一种药膏，只敷了一夜，我的脸就好了。江晨，妹夫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我们苏家这些年找了不少名医，可都无功而返。这没想到你一来就……江晨，跟我来。爸，别叫我爸，这个你拿着。既然你治好了美儿，你这份恩情我苏家记下了。这张卡里边有500万，密码6个0。您这是要我离开苏家？没错，既然梅儿已经恢复了容貌，以她的条件可以有更好的人生。江晨，我希望你主动离开，不要耽误我女儿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是江晨治好了我，难道你要过河拆桥吗？是啊，建芳，你怎么能……够了，在这个家里，我才是一家之主。我苏梅此生只有江晨这一个丈夫。如果你硬要我们离婚，我现在就死给你看！傻孩子，你这是要你妈的命啊！爸，这件事就确实是你不对。于情、江晨治好了梅儿，于理他俩现在是夫妻，就算要离婚，也有梅儿同意才对啊！你这个臭小子，竟然敢教训起老子来了！错就是错，对就是对，老子犯错，儿子更要说出来才对啊！我这个大舅哥倒是真对得起这个名字，果然是一身正气。好啊，既然你们都为他求情，那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。1年之内，我要让他成为新的精灵王。精灵王。乾隆出渊，举世皆惊，天下大事将因臣儿而变。大姐，5年前你我因此天命之人聚于此，而如今臣儿神功已成，我等是否也该出狱了？正是，30年前大姐您独斩精灵王，如今王位空悬，正好可以作为臣儿第1块踏脚石。好，那便出狱。臣儿登临金陵王座，我等岂能缺席？建芳，太过分了！精灵王，这是30年前金陵城的一个传说，曾有个人凭借一己之力站在了这城市之巅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他都得奖金陵镇3镇，他被各方势力共尊为金陵王。没错，在那位面前，我们4大豪门都要匍匐低头，恭敬称臣。可不知为何，这个人神秘失踪，金陵王的宝座也空悬至今30年，也有无数枭雄想要坐上这个位置，却无人够格。所以，你是想让我坐上那金陵王座？不错，1年之内，你达到他曾经的高度，让金陵各方势力承认你才是金的金陵王。只有这样，我苏建芳才会承认你这个乘龙快婿。爸，金陵王是何等人物？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爸，别人做不到我不管，但作为我苏建芳的女婿，就要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。爸，好，这条件
我接了，1年不成，我自愿离开。好，那就一言为定。不过这1年之内，你跟梅二只能同屋，不能同床。你若违约，这约定自动作废。可以。妹夫，没关系，尽力就好，千万别逞强。江辰，你太冲动了，那可是无人能及的高度呀！梅儿，我能治好你的容颜，就能办到此事。精灵王不值一提。我不理你了。苏梅啊，苏梅，你对你男人的力量一无所知。这精灵不过是我的起点罢了。你再说一遍，苏梅的脸被治好了？什么？你说苏梅好了？不是，那你看你让江辰那个粪回来呀！那苏梅好了的话，那她不就是今年第1美人了吗？不是让我去啊，我也能入赘苏家呀！我。哎呀，怀远，倒是说句话呀！哎呦，爸，走，马上去苏家。这门亲事绝不能便宜了江辰那个养子。走。苏小姐，这颗海洋之心是我专程为您拍的，苏小姐。这是精灵百族，全都来提起来了。我爹和苏伯父是多年世交，苏小姐。你们能回去吧，我已经有丈夫。苏小姐，我是真心爱慕你。爱慕？当年我容貌尽毁的时候，你们的真心在哪儿？保安，送客。苏小姐，你再考虑一下吧，苏小姐，考虑。去看！哎呀，老婆，我们来请你回家来了。是啊，叔伯，我们今天来啊，就是想把江辰这个养子给换回来，让雷儿给你做老公。就是啊，单就是江辰误上了婚车，他一个坐过牢的外人，怎么配得上你这个千金呢？就是啊，梅儿，你就跟我们回去吧啊！江家人果然还是这副嘴脸。够了！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江辰是我的丈夫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。不是梅儿，你不能把江辰给骗了呀！他就是个废物嘛，他。动手，把他们给我扔出去！快看，这是金陵4大地下势力之一黑虎堂雷老虎的车，还有金陵4大豪门之首张家大少张文龙，难道他们也是来提亲的？这2位都是替红叶做事的狠角色。听说红叶马上就要登临精灵王座，到时候整个精灵都是他的天下，千万别引火上身。我的！苏家之女苏梅，我们来接亲了。梅儿，江辰，没事吧？妈，我没事儿。到3境，苏家何时出了你这么一号人物？在下苏家长子苏正气，2位无缘无故出手伤人，到底所为何事啊？洪先生已至5到7境，登临精灵王座只差临门一脚，而你的妹妹苏梅则被选中成为洪先生的突破炉鼎。什么？你们想拿梅儿做炉鼎？苏梅是特殊灵体，你们苏家如果识相，就乖乖把她交出来，一切都好说。如果不识相，苏家主若是得罪了洪先生，只怕这精灵以后也没有什么苏家了。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。江辰，
别怕，有我在。给你们1分钟时间考虑，不交出人，否则你敢！有我在，谁也带不走我妹妹。武道3境，哼，放在以前的确不错，只可惜雷馆主乃是5境小宗师，今天你们拦不住他。张少，雷爷，这事儿恐怕其中有误会啊！陈峰，陈峰，你怎么样？你别吓我啊！雷震虎，不找死！大哥，你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哟，又来了一个不怕死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一个小小的5境小宗师，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。江辰，既然我得不到苏梅，那你也别想得到。哎，虎爷，那个张少，我知道他名字，他叫江辰，是被我江家扫地出门那个弃子罢了。哦，这么说他是你们江家的人？不，这个江辰啊，跟我们江家没有一点关系。没关系。你们这家人呢，还真的是会见风使舵啊！江辰，你给我闭嘴呀！本来你就坐过牢了啊！你现在一出来，你还抢了我老婆。哎呦，虎爷，张少，实不相瞒嘛，本来跟苏家联姻的人应该是我才对呀。不，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，不重要了。如果您2位能够拨乱反正，那这苏梅，我愿意双手奉上。对。哦，你原来是抢了自己的大嫂做老婆啊！哼，这样的人的确是该教训教训。那今天，本少就先替你们江家清理门户，再带走苏梅。小心！梅儿，你怎么那么傻？在我们苏家，谁也不能动我妹夫。江辰，你有没有事儿？原来这就是被人关心、被人护在身后的感觉吗？我没事。怎么，你们苏家是打算与红爷为敌？好了，别玩了，红爷还等着龙鼎呢。好，那就先灭了苏家，然后再带走苏梅。等红爷玩腻了，咱们也好好尝尝这万中无一的特殊灵体。你休想！哼，五子量力！妹夫，你快带着妹妹先逃出去，我就算豁出这条命，也要护你们出去。儿子，你有没有事儿啊？造孽啊！我苏家真的回天无力了吗？江辰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带着我妹妹跑啊！大哥，你好好休息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。哦，既然你一心求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江辰，不要！饶命！师傅真的不行了！我是要魂飞天外了！吴师傅，你可是名震黑暗世界的千面毒仙，我这刚开始运针导气，你怎么就求饶了呀？江辰，身世成谜的江家养子。小没良心的，你这真气至燃至干的，像个苗子都往我身体里钻。五师傅，千面毒仙，精善易容，用毒和暗杀。你坚持一下啊，还有最后一针。你别碰那里！
好了，陈儿，今天就到此为止。大师傅圣药皇拥有无上医道，活死人肉白骨。大师傅，你都伺候完我多久了？该到我们了。二师傅玉武神拥有霸绝天下的古武战绩。三师傅商界女王拥有运筹帷幄、执掌商界的铁血手腕。四师傅当红巨星拥有察言观色、窥探人心的生存之道。就是5年前你养父母家的哥哥酒驾撞死了人，让你顶替入狱，是我们5位师傅各传神通，你就这么厚此薄彼？江辰，别听他们胡说，师傅们其实都很关心你的。小没良心的，再给我倒那么多血龙毒，小心我王安婷能下点飘飘月仙法。这5年我修炼9天玉龙诀时出错，体内产生了邪龙毒。若不是5位师傅容我导毒入体，恐怕我早已爆体而亡。陈儿，导毒非长久之计，你出狱后需尽快寻到9位特殊灵体的女子，与其双修，方可根治。弟子明白。不过特殊灵体万中无一，还要9位，我要何处去寻？你出狱在即，这是测灵石，可助你寻觅灵体，也可助你修炼。弟子谢大师傅。小橙子，大师傅让你找9个，你可别当真，记住4个就行。可是大师傅说得找9个才可以根治啊。让你找4个就4个，我们难道不算女人吗？去吧，你大师傅还有话对你说，记住4个，敢多1个就不客气。我等毕生所学尽授于你，你身兼5家之长，前途无量。出狱后，望你善用所学，快意恩仇。记住，你已非池中之物，这金陵乃至整个大夏都将因你而战。多谢师傅们栽培，弟子江辰永世不忘。乾隆蛰伏5载，今朝出渊经世。乾隆蛰伏5载，今朝出渊经世。乾隆蛰伏5载，今朝出渊经世。爸，资金缺口10几个亿，爷爷说了，谁解决谁就下任家主啊！说得轻巧，银行已经断贷，这么大缺口，怎么不过来？怀仁，我听说金陵手下那个毁容的女儿苏梅正愁嫁，说能让雷儿入赘，娶了苏梅，苏家定会雪中送炭，助江家走出困境。什么？让我去娶了那丑八怪啊！我不去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江家，为了你爸的家主之位。我不管谁爱去谁去，反正我不去。你这个孩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不是我就不去，我不愿意去的。我顶一下嘴，这太强打你啊！你等等，老爷，不是小少爷回来了。小少爷，
什么江少爷？就是5年前替大少爷顶罪坐牢的江辰，江少爷。有了，既然雷儿不愿入赘，不如哎呀，小生回来了，在里面吃苦。是啊，二弟，这5年委屈你了啊！回来了就好，我们天天盼着呢。盼我5年无人探视，也无人记得我今日出狱。若非我自己回来，恐怕江家早就忘了我这个人。还好，小哲知道你委屈，为了弥补你啊，爸特意给你定了门亲事。亲事？他们会这么好心？啊，没错，我们打算让你入赘到苏家去。这苏家你知道吗？那可是金陵4大豪门之一啊！这是多少人想求都求不来的福分呢！我说，既然是福分，大哥，你为什么自己不去啊？江辰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让我去娶苏家那回头丑八怪啊？你做梦呢！你这不行啊！小陈啊，你别听他在这给你胡说。梅儿那孩子呢，确实略微有一点瑕疵，不过他以前呢可是金陵第1美人啊。我拒绝。不行，江家有难，需要你为家主做出牺牲。江家养你这么大，该你报恩了。报恩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5年前我已经报过一次了。当年江雷惹的事儿是我顶的罪，5年的牢狱之灾也是我熬的，这个恩还没还清吗？当然，想让我入赘苏家也不是不可能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从今往后，我江辰跟江家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没问题，只要你愿意入赘，江家立马和你划清界限。好。拿去。从今往后，是荣是辱皆与江家无关。希望你们不会后悔今天的决定。江辰是吧？我叫苏正气，是苏梅的大哥。以后啊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江辰见过大哥。上车吧。你就是江辰？是。听说你坐过牢，因为什么？醉驾，致人死亡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杨怀远这个混账，竟然拿一个杀人犯来搪塞我苏家，把我女儿当成什么人了？这就找他算账，这婚不结了。简芳，你冷静点。是啊，爸，妹妹现在这样，除了涂家长的，还有谁肯真心娶她？您到现在还摆什么家主架子？可是这……江辰，梅儿的事情你应该也知道，之前那场大火让她毁了容。只要你以后对梅儿好，苏家绝不会亏待你。妈，大哥，你们放心，继承夫妻，我自会照顾好她的。云儿，你怎么能……至少这孩子眼神清正，不像是奸恶之徒。
或许这就是梅儿的缘分。良辰吉时已到，请新娘新郎入洞房。爹，我的脸很可怕，我怕吓着你。你是我的妻子，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况且我还背着杀人犯的污名，要争论起来，是我配不上你才对。苏梅，江城苏氏千金。测灵石亮了，难道他就是特殊灵体？啊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吓着你了？没有，你很美，而且你脸上的伤，我能治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能治好你的脸。真的？在狱中的时候，我学过一些医术，刚好可以治一些疑难杂症。等我炼好膏药，我跟你保证，你一定比从前更美。这是雪玉膏，我为你敷上，明天早上便能见效。一夜就能见效？好，我相信你。闭眼，别害怕。雪玉膏5个小时便能见效，明天一早，他脸上的疤痕就能全部去除了。不好，血龙毒又发作了，看来得等他痊愈，再商量双修的事。梅儿，梅儿，起来吃早餐啦！来了。梅儿，你的脸，我的脸怎么了？镜子，快看镜子！我的脸真的好了，妈，我的脸真的好了。那是当然，我说过的，今天一早你就可以恢复如初了。江晨，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你是我妻子嘛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江晨，放开我女儿！爸，哥，你们快看我的脸！妹妹，你的脸怎么好？太好了，老天开眼了，真的是老天开眼了！爸，是江晨治好了我。昨晚他用了一种药膏，只敷了1夜，我的脸就好了。江晨，
妹夫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我们苏家这些年找了不少名医，可都无功而返。这没想到你一来就……江辰，跟我来。爸，别叫我爸，这个你拿着。既然你治好了梅儿，你这份恩情我苏家记下了。这张卡里边有500万，密码6个0。您这是要我离开苏家？没错，既然梅儿已经恢复了容貌，以她的条件可以有更好的人生。江辰，我希望你主动离开，不要耽误我女儿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是江辰治好了我，难道你要过河拆桥吗？是啊，建房，你怎么能……够了，在这个家里，我才是一家之主。我苏梅死上只有江辰这一个丈夫，如果你硬要我们离婚，我现在就死给你看！傻孩子，你这是要你妈的命啊！爸，这件事就确实是你不对。于情、江辰治好了梅儿，于理他俩现在是夫妻，就算要离婚，也有梅儿同意才对啊！你这个臭小子，竟然敢教训起老子来了！错就是错，对就是对，老子犯错，儿子更要说出来才对啊！我这个大舅哥倒是真对得起这个名字，果然是一身正气。好啊，既然你们都为他求情，那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。1年之内，我要让他成为新的精灵王。精灵王。乾隆出渊，举世皆惊，天下大事将因臣儿而变。大姐，5年前你我因此天命之人聚于此，而如今臣儿神功已成，我等是否也该出狱了？正是，30年前大姐您独斩精灵王，如今王位空悬，正好可以作为臣儿第1块踏脚石。好，那便出狱。臣儿登临金陵王座，我等岂能缺席？建房，太过分了！精灵王，这是30年前金陵城的一个传说，曾有个人凭借一己之力站在了这城市之巅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他都夺奖，金陵镇3镇，他被各方势力共尊为金陵王。没错，在那位面前，我们4大豪门都要匍匐低头，恭敬称臣。可不知为何，这个人神秘失踪，金陵王的宝座也空悬至今30年，也有无数小兄想要坐上这个位置，却无人够格。所以，你是想让我坐上那精灵王座？不错，1年之内，你达到他曾经的高度，让金陵各方势力承认你才是金的金陵王。只有这样，我苏建芳才会承认你这个乘龙快婿。爸，金陵王是何等人物？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爸，别人做不到我不管，但作为我苏建芳的女婿，就要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。爸，好，这条件我接了。1年不成，我自愿离开。好，那就一言为定。不过这1年之内，你跟梅儿只能同屋，不能同床。你若违约，这约定自动作废。可以。妹夫，没关系，尽力就好，千万别逞强。江辰，你太冲动了，那可是无人能及的高度呀！梅儿，
我能治好你的容颜，就能办到此事。精灵王不值一提。我不理你了。苏梅啊，苏梅，你对你男人的力量一无所知。这精灵不过是我的起点罢了。你再说一遍，苏梅的脸被治好了？什么？你说苏梅好了？不是，那你赶紧让江晨那个废物回来呀！那苏梅好了的话，那她不就是金陵第一美人了吗？不是让我去啊，我也能入赘苏家呀！我。哎呀，怀远，倒是说句话呀！哎呦，爸，走，马上去苏家。这门亲事，绝不能便宜了江晨那个养子。走。苏小姐，这颗海洋之心是我专程为您拍的，苏小姐。这是精灵百族，全都来提起来了。我爹和苏伯父是多年世交，苏小姐。你们都回去吧，我已经有丈夫。苏小姐，我是真心爱慕你。爱慕？当年我容貌尽毁的时候，你们的真心在哪儿？保安，送客。苏小姐，你再考虑一下，苏小姐，再考虑。你看，哎呀，老婆，我们来请你回家来了。是啊，叔伯，我们今天来啊，就是想把江晨这个养子给换回来，让雷儿给你做老公。就是，但就是江澄误上了婚车，他一个坐过牢的外人，怎么配得上你这个千金呢？就是啊，梅儿，你就跟我们回去吧啊！江家人果然还是这副嘴脸。够了！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江晨是我的丈夫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。不是梅儿，你不能把江晨给骗了呀！他就是个废物嘛，他。动手，把他们给我扔出去！快看，这是金陵四大地下势力之一黑虎堂雷老虎的车，还有金陵四大豪门之首张家大少张文龙，难道他们也是来提亲的？这两位都是替红叶做事的狠角色。听说红叶马上就要登临精灵王座，到时候整个精灵都是他的天下，千万别引火上身。我的！苏家之女苏梅，我们来接亲了。梅儿，江澄，没事吧？妈，我没事儿。到三境，苏家何时出了你这么一号人物？在下苏家长子苏正气，二位无缘无故出手伤人，到底所为何事啊？洪先生已至5到7境，登临精灵王座只差临门一脚，而你的妹妹苏梅则被选中成为洪先生的突破炉鼎。什么？你们想拿梅儿做炉鼎？苏梅是特殊灵体，你们苏家如果识相，就乖乖把她交出来，一切都好说。如果不识相，苏家主若是得罪了洪先生，只怕这精灵以后也没有什么苏家了。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。江晨，别怕，有我在。给你们1分钟时间考虑，不交出人，否则你敢！有我在，谁也带不走我妹妹。 5到3境，哼，放在以前的确不错，只可惜雷馆主乃是5境小宗师，今天你们拦不住他。张少，雷爷，这事儿恐怕其中有误会啊！爸，前方！
没有，你别杀我啊！雷震虎，不找死！大哥，你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哟，又来了一个不怕死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一个小小的武境小宗师，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。江辰，既然我得不到子女，那你也别想得到。哎，虎爷，那个厂长，我知道他名字，他叫江辰，是被我江家扫地出门那个弃子罢了。哦，这么说他是你们江家的人？不，这个江辰啊，跟我们江家没有一点关系。没关系。你们这家人呢，还真的是会见风使舵啊！江辰，你给我闭嘴呀！本来你就坐过牢啊，你现在一出来，你还抢了我老婆。哎呦，虎爷，厂长，实不相瞒嘛，本来跟苏家联姻的人应该是我才对呀。不，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，不重要了。如果您二位能够拨乱反正，那这苏梅，我愿意双手奉上。对。哦，你原来是抢了自己的大嫂做老婆啊？哼，这样的人的确是该教训教训。那今天，本少就先替你们江家清理门户，再带走苏梅。小心！梅儿，你怎么那么傻？在我们苏家，谁也不能动我妹夫。江辰，你有没有事儿？原来这就是被人关心、被人护在身后的感觉吗？我没事儿。怎么，你们苏家是打算与红爷为敌？好了，别玩了，红爷还等着龙鼎呢。好，那就先灭了苏家，然后再带走苏梅。等红爷玩腻了，咱们也好好尝尝这万中无一的特殊灵体。你休想！哼，不自量力！妹夫，你快带着妹妹先逃出去，我就算豁出这条命，也要护你们出去。儿子，你有没有事儿啊？造孽啊！我苏家真的回天无力了吗？江辰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带着我妹妹跑啊！大哥，你好好休息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。哦，既然你一心求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江辰，不要！饶命！师父真的不行了。长，我是要魂飞天外了。吴师傅，你可是名震黑暗世界的千面毒仙，我这刚开始运针导气，你怎么就求饶了呀？江辰，身世成谜的江家养子，小没良心的，你这真气至燃至干的，像会苗刺的往我身体里钻。武师傅，千面毒仙，精善易容，用毒和暗杀。你坚持一下啊，还有最后一针。你别碰那里！好了，晨儿，今天就到此为止。大师傅圣药皇，拥有无上医道，活死人肉白骨。大师傅，你都伺候完我多久了？该到我们了。二师傅御武神，拥有霸绝天下的古武战绩。三师傅商界女王，拥有运筹帷幄、
执掌商界的铁血手腕。四师傅当红巨星，拥有察言观色、窥探人心的生存之道。就是5年前你养父母家的哥哥酒驾撞死的人，让你顶替入狱，是我们5位师傅各传神通，你就这么厚此薄彼？江辰，别听他们胡说，师傅们其实都很关心你的。小没良心的，再给我倒那么多血龙毒！小心，我晚安体内下点培元御仙法。这5年我修炼9天御龙诀时出错，体内产生了邪龙毒。若不是5位师傅容我导毒入体，恐怕我早已爆体而亡。晨儿，导毒非长久之计，你出狱后需尽快寻到9位特殊灵体的女子，与其双修，方可根治。弟子明白。不过特殊灵体万中无一，还要9位，我要何处去寻？你出狱在即，这是测灵石，可助你寻觅灵体，也可助你修炼。弟子谢大师傅。小橙子，大师傅让你找9个，你可别当真，记住4个就行。可是大师傅说得找9个才可以根治啊。让你找4个就4个，我们难道不算女人吗？啊，去吧，你大师傅还有话对你说。记住，4个敢多1个就客气。我等毕生所学尽授于你，你身兼5家之长，前途无量。出狱后，望你善用所学，快意恩仇。记住，你已非池中之物，这金陵乃至整个大夏都将因你而战。多谢师傅们栽培，弟子江辰永世不忘。乾隆蛰伏5载，今朝出渊经世。乾隆蛰伏5载，今朝出渊经世。乾隆蛰伏5载，今朝出渊经世。爸，资金缺口10几个亿，爷爷说了，谁解决谁就下任家主啊！说得轻巧，银行已经断贷，这么大缺口，怎么不过来？怀远，我听说金陵手下那个混荣的女儿苏梅正愁嫁，说能让雷儿入赘，娶了苏梅，苏家定会雪中送炭，助江家走出困境。什么？让我去娶了那丑八怪啊！我不去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江家，为了你爸的家族之威。我不管谁爱去谁去，反正我不去。你这个孩子，你哄着什么烂人啊？不是我就不去，我不愿意去的。让我顶一下嘴，这太强打你啊！你赶紧打！老爷，夫人，小少爷回来了。小少爷？什么小少爷？就是5年前替大少爷顶罪坐牢的江辰，小江少爷。有了，既然雷儿不愿入赘，不如
哎呀，小陈回来了，在里面吃苦。是啊，二弟，这5年委屈你了啊！回来了就好，我们天天盼着呢。盼我5年无人探视，也无人记得我今日出狱。若非我自己回来，恐怕江家早就忘了我这个人。还好，小哲，知道你委屈，为了弥补你啊，爸特意给你定了门亲事。亲事？他们会这么好心？啊，没错，我们打算让你入赘到苏家去。这苏家你知道吗？那可是金陵4大豪门之一啊！这是多少人想求都求不来的福分呢！我说，既然是福分，大哥，你为什么自己不去啊？江辰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让我去娶苏家那回头丑八怪啊？你做梦呢！你这不是小陈啊，你别听他在这给你胡说。梅儿那孩子呢，确实略微有一点瑕疵，不过她以前呢可是金陵第一美人啊。我拒绝。不行，江家有难，需要你为家主做出牺牲。江家养你这么大，该你报恩了。报恩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5年前我已经报过一次了。当年江雷惹的事儿是我顶的罪，5年的牢狱之灾也是我熬的，这个恩还没还清吗？当然，想让我入赘苏家也不是不可能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从今往后，我江辰跟江家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没问题，只要你愿意入赘，江家立马和你划清界限。好。拿去。从今往后，是荣是辱皆与江家无关。希望你们不会后悔今天的决定。江辰是吧？我叫苏正气，是苏梅的大哥。以后啊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江辰见过大哥。上车吧。你就是江辰？是。听说你坐过牢，因为什么？醉驾，致人死亡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杨怀远这个混账，竟然拿一个杀人犯来搪塞我苏家，把我女儿当成什么人了？这就找他算账，这婚不结了。建芳，你冷静点。是啊，爸，妹妹现在这样，除了涂家长的，还有谁肯真心娶她？您到现在还摆什么家主架子？可是这……江辰，梅儿的事情你应该也知道，之前那场大火让她毁了容。只要你以后对梅儿好，苏家绝不会亏待你。妈，大哥，你们放心，继承夫妻，我自会照顾好她的。云儿，你怎么能……至少这孩子眼神清正，不像是奸恶之徒。或许这就是梅儿的缘分。良辰吉时已到，请新娘新郎入洞房。爷，我的脸很可怕，我怕吓着你。
你是我的妻子，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况且我还背着杀人犯的污名，要争论起来，是我配不上你才对。苏梅，江城苏氏千金。测灵石亮了，难道他就是特殊灵体？啊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吓着你了？没有，你很美，而且你脸上的伤，我能治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能治好你的脸。真的？在狱中的时候，我学过一些医术，刚好可以治一些疑难杂症。等我炼好膏药，我跟你保证，你一定比从前更美。这是雪玉膏，我为你敷上，明天早上便能见效。一夜就能见效？好，我相信你。闭眼，别害怕。雪玉膏5个小时便能见效，明天一早，他脸上的疤痕就能全部去除了。不好，血龙毒又发作了，看来得等他痊愈，再商量双修的事。梅儿，梅儿，起来吃早餐啦！来了。梅儿，你的脸，我的脸怎么了？镜子，快看镜子！我的脸真的好了，妈，我的脸真的好了。那是当然，我说过的，今天一早你就可以恢复如初了。江晨，谢谢你。你不用客气，你是我妻子嘛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江晨，放开我女儿！爸，哥，你们快看我的脸！妹妹，你的脸怎么好？太好了，老天开眼了，真的是老天开眼了！爸，是江晨治好了我。昨晚他用了一种药膏，只敷了1夜，我的脸就好了。江晨，魏府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我们苏家这些年找了不少名医，可都无功而返。这没想到你一来就……江晨，跟我来。爸，别叫我爸，这个你拿着。既然你治好了梅儿，你这份恩情我苏家记下了。这张卡里边有500万，密码6个0。您这是要我离苏家？
没错，既然梅儿已经恢复了容貌，以她的条件可以有更好的人生。江晨，我希望你主动离开，不要耽误我女儿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是江晨治好了我，难道你要过河拆桥吗？傻剑锋，你怎么能……够了，在这个家里，我才是一家之主。我苏梅此生只有江晨这一个丈夫，如果你硬要我们离婚，我现在就死给你看！傻孩子，你这是要你妈的命啊！爸，这件事情确实是你不对。于情、江晨治好了梅儿，于理他俩现在是夫妻，就算要离婚，也要梅儿同意才对啊！你这个臭小子，竟然敢教训起老子来了！错就是错，对就是对，老子犯错，儿子更要说出来才对啊！我这个大舅哥倒是真对得起这个名字，果然是一身正气。好啊，既然你们都为他求情，那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。1年之内，我要让他成为新的精灵王。精灵王。乾隆出渊，举世皆惊，天下大事将因臣儿而变。大姐，5年前你我因此天命之人聚于此，而如今臣儿神功已成，我等是否也该出狱了？正是，30年前大姐您独斩精灵王，如今王位空悬，正好可以作为臣儿第1块踏脚石。好，那便出狱。臣儿登临金陵王座，我等岂能缺席？剑锋，太过分了！精灵王，这是30年前金陵城的一个传说，曾有个人凭借一己之力站在了这城市之巅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他跺脚，金陵震3震，他被各方势力共尊为金陵王。没错，在那位面前，我们4大豪门都要匍匐低头，恭敬称臣。可不知为何这个人神秘失踪，金陵王的宝座也空悬至今30年，也有无数枭雄想要坐上这个位置，却无人够格。所以，你是想让我坐上那精灵王座？不错，1年之内，你达到他曾经的高度，让金陵各方势力承认你才是金的金陵王。只有这样，我苏建芳才会承认你这个乘龙快婿。爸，金陵王是何等人物？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爸，别人做不到我不管，但作为我苏建芳的女婿，就要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。爸，好，这条件我接了。1年不成，我自愿离开。好，那就一言为定。不过这1年之内，你跟梅儿只能同屋，不能同床。你若违约，这约定自动作废。可以。妹夫，没关系，尽力就好，千万别逞强。江晨，你太冲动了，那可是无人能及的高度呀！梅儿，我能治好你的容颜，就能办到此事。金陵王不值一提。我不理你了。苏梅啊，苏梅，你对你男人的力量一无所知。这精灵不过是我的起点罢了。你再说一遍，苏梅的脸被治好了。什么？你说苏梅好了？不是，那你赶紧让江晨那个分回来呀！那苏梅好了的话，
那她不就是金陵第一美人了吗？让我去啊！我也能入赘苏家呀！我。怀远，倒是说句话呀！哎呦，爸，走，马上去苏家。这门亲事，绝不能便宜了江城那个养子。走。苏小姐，这颗海洋之心是我专程为您拍的，苏小姐。这是金陵百族，全都来提起来了。我爹和苏伯父是多年世交，苏小姐。你们都回去吧，我已经有丈夫。苏小姐，我是真心爱慕你。爱慕？当年我容貌尽毁的时候，你们的真心在哪儿？保安，送客。苏小姐，你再考虑一下，苏小姐，考虑。你看，哎呀，老婆，我们来请你回家来了。是啊，淑梅，我们今天来啊，就是想把江城这个养子给换回来，让雷儿给你做老公。就是啊，但就是江城误上了婚车，他一个坐过牢的外人，怎么配得上你这个千金呢？你就是啊，梅儿，你就跟我们回去吧啊！江家人果然还是这副嘴脸。够了！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江晨是我的丈夫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。不是梅儿，你不能把江晨给骗了呀！他就是个废物嘛，他。动手，把他们给我扔出去！快看，这是金陵四大地下势力之一黑虎堂雷老虎的车，还有金陵四大豪门之首张家大少张文龙，难道他们也是来提亲的？这两位都是替红叶做事的狠角色。听说红叶马上就要登临金陵王座，到时候整个金陵都是他的天下，千万别引火上身。我的！苏家之女苏梅，我们来接亲了。梅儿，江城，没事吧？妈，我没事儿。到三境，苏家何时出了你这么一号人物？在下苏家长子苏正气，二位无缘无故出手伤人，到底所为何事啊？洪先生已至武道7境，登临金陵王座只差临门一脚，而你的妹妹苏梅则被选中成为洪先生的突破炉鼎。什么？你们想拿梅儿做炉鼎？苏梅是特殊灵体，你们苏家如果识相，就乖乖把她交出来，一切都好说。如果不识相，苏家主若是得罪了洪先生，只怕这金陵以后也没有什么苏家了。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。江晨，别怕，有我在。给你们1分钟时间考虑，不交出人，否则你敢！有我在，谁也带不走我妹妹。武道3境，哼，放在以前的确不错，只可惜雷馆主乃是5境小宗师，今天你们拦不住他。张少，雷爷，这事儿恐怕经常有误会啊。陈峰，陈峰，你怎么样？你别吓我啊！雷震虎，你找死！大哥，你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哟，又来了一个不怕死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一个小小的5境小宗师，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。江辰，既然我得不到自由，那你也别想得到。哎，虎爷，那个张少，我知道他名字，他叫江辰，是被我江家扫地出门那个弃子罢了。哦，
这么说，他是你们江家的人？不，这个江辰啊，跟我们江家没有一点关系。没关系。你们这家人呢，还真的是会见风使舵啊！江辰，你给我闭嘴呀！本来你就坐过牢啊，你现在一出来，你还抢了我老婆。哎呦，虎爷，张长，实不相瞒嘛，本来跟苏家联姻的人应该是我才对呀。不，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，不重要了。如果您二位能够拨乱反正，那这苏梅，我愿意双手奉上。对。哦，你原来是抢了自己的大嫂做老婆啊？哼，这样的人的确是该教训教训。那今天，本少就先替你们江家清理门户，再带走苏梅。小心！梅儿，你怎么那么傻？在我们苏家，谁也不能动我妹夫。江辰，你有没有事儿？原来这就是被人关心、被人护在身后的感觉吗？我没事儿。怎么，你们苏家是打算与红爷为敌？好了，别玩了，红爷还等着龙鼎呢。好，那就先灭了苏家，然后再带走苏梅。等红爷玩腻了，咱们也好好尝尝这万中无一的特殊灵体。你休想！哼，不自量力！妹夫，你快带着我们那些逃出去！我就算豁出这条命，也要护你们出去！儿子，你有没有事儿啊？造孽啊！我苏家真的回天无力了吗？江辰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带着我妹妹跑啊！大哥，你好好休息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。哦，既然你一心求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江辰，